哎，操他！哎，我的天！张哥，死因能确定吗？身上有多处锐器伤，另外脖子上有勒痕，所以也不能排除机械性窒息这一块，还是得回去确认吧。哎，张哥，尸检报告帮我们加快点，谢谢您啊！回头请您喝羊汤。哎，老魏呢？哦，师傅有别的事儿，短期内不回来了。中心现场，锐器、勒痕，报案人，哎，报案人呢？就我楼上301邻居，叫陆兵。谢谢。哎，我不用了。麻烦您再说一遍怎么发现的。我早上过去敲门，没声，钥匙一开就发现了。你去敲门干嘛呀？找他有事儿？王姨她每天起得早，给我送早饭，放桌子上就走。我今天起来一看没有，我就害怕，怕她是不是身体不舒服。你们关系这么好啊？其实之前我一直在她那儿住，住了10来年，也就这2年刚搬出来。你们之前住一块儿？我8岁的时候父母就不在了，是王姨把我带大的。哦，他跟你父母什么关系？老同学。那你后来怎么搬走了？王姨她每天睡得早，我下班晚，怕吵着她。另外也想有点自己的私人空间。刚好楼上这套，那住户刚搬走，我跟王姨商量了一下，就买下来了。哎，这个王姨自己没孩子？没有。听说过跟谁有过矛盾吗？应该没有吧。王姨人特别好，从来没见她跟谁红过脸，跟谁都是不逞不强。你觉得谁能有嫌疑啊？我想不出来。我能不能方便的话去跟他换身衣服呀？王姨她特别爱干净。行了，你啊，先好好休息。合适的时候我们会跟你说的啊。报案人叫陆兵，28岁，在顶峰证券工作。据他的说法，他是死者带大的，就是他养母。我这边问的也差不多，陆兵一路都是重点学校，非常听话，工作以后对老太太也很好，非常照顾。根据现场情况，我觉得入室抢劫概率大。现场虽然有被翻动的痕迹，但是没有证据显示丢失了什么东西。刚进门就被撞破了，没来得及实施，杀完人就跑了。入室抢劫得先踩点吧？据物业反映，没发现可疑人员出入。也有不踩点随机抢劫。师傅说过，别做预设，破案之前一切都有可能，任何预设立场都有可能会影响调查方向。那你说咋办？二师兄，师傅再会怎么办？那肯定会先调查社会关系啊，学校同事、朋友、邻居，先摸一遍。他吧，经常嫌外面早餐店做的不干净，所以早上4点就起来给陆兵磨豆浆、和面、炸油条。平时在办公室也是，没事就爱研究他那堆食谱。
好像是因为陆冰得加班，回家挺晚的，所以王老师得看着他吃了才放心。给您看一下，这个就是王老师年轻的时候，旁边这个就是陆冰，他教养好，特别听话。怎么个听话法？陆冰小时候肠胃不太好，所以王老师就要求他每次吃饭都得嚼21下，说是有助于消化，他到现在都记得呢。记得什么？嚼21下。对啊。那陆冰什么反应啊？也没什么反应啊，就挺正常的。王老师真的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陆冰身上了。旁边这几位是谁啊？这个是王老师爱人，不过早就去世了。剩下几位我也不认识。怎么去世的？这种事儿王老师没说，我们就也没好意思问。这个就是王允师姐的丈夫陈同生，这个是我。这两个人呢是陆冰的亲生父母，他们两家来往特别密切，经常在一起活动。出事那天是王允师姐的爱人陈同生借了辆车，一共5口人一起到水库去春游。晚上得到消息，说车直接冲进了水里面。当时这个孩子刚上小学。那当时这车是谁开的？这个我不知道，只救上来了王允师姐和这个孩子。当时王允师姐还怀着身孕。王老师自己的孩子呢？没保住。在这，1982年4月6日，一辆吉普车冲下水库，导致2人获救，3人溺亡。怎么发生的？谁开的车？酒后驾驶导致车辆失控，驾驶人是陈同生。我看一下。谢谢。我也觉得，王允照顾他这么多年，能对他这么好，就是冰山都给误化。哎，你干嘛去？让皇帝汇报啊！你汇报什么呀？什么进展都没有，那让队长给咱补漏子。对，也是。我总觉得这个陆冰有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我也说不出来。但是你说这么大的事儿，又是这种关系，他自己都说了，跟亲妈一样，问什么都对答如流，这种逻辑性，我觉得也正常。人家是高知，研究生毕业了。行了，也别你觉得我觉得，商量商量，这事儿怎么办？我觉得咱应该去一趟陆冰的单位。这2天肯定不上班啊，这不扑空了吗？就是要扑空啊！反正要师傅在，肯定这么干。我看行，那待会儿咱俩走一趟啊。行，那我去趟派出所，再摸摸王允社会关系。陆冰平时跟同事之间的关系怎么样？陆冰他这人挺温和的，对人也挺热情。不过他这个人不太爱分享自己的事儿，还有就是，他对个别同事处得不好。不是不好，是处得太好了。你刚说处得太好了，什么意思？陆冰来公司2年多了，刚来没多久，就跟我们领导那个啥。哦，跟谁呀？罗总。陆冰的养母你认识吗？认识。怎么认识的？
老来我们公司闹，一来就找我聊天。都聊什么呀？说罗总啊跟他不合适，一个是有家有室，一个是刚出社会。那这老太太让你怎么管啊？让我把陆斌工资发下来直接给他，这哪行？不符合公司规定啊，这也。行，明白了。就是说，王老师知道罗总跟陆斌的事儿，对他不同意。那陆斌对这个事儿什么态度啊？陆斌他倒是跟我说过，他跟我保证了，以后好好上班，绝对不搞办公室恋情了。这具体内容你还得问问罗总，我带你们找他去。来，这样，你把罗总请到这儿来。罗总，就是这二位找您。您二位是？警察。哦，找您了解点情况，请坐吧。好的。什么事儿啊？你平时跟陆冰的关系怎么样？他是我同事啊，关系还行吧。据我们了解，你们不只是简单的同事关系吧？我跟他算是上下级吧，平常呢，经常要一起加班什么的。时间一长，有些人可能在背后胡说八道。陆冰那养母你认识吧？王姨，我认识。昨天让人杀了，就死在家里。陆冰最近出差了。上周一。哪天回来的？我不知道。你手下出差回来不跟你报个备啊？我们呢，因为经常出差，所以也不是每次出差他都会跟我说。于公于私都应该跟你说一声吧。这2天他没上班，没告诉你啊？哦，说了，他说身体不舒服。当面说的还是电话说的？电话。他说发烧了，可能过2天就好。是这样啊，罗女士，因为这是刑事案件，啊，陆冰的一切社会关系我们都会调查清楚，不过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。希望您不要对我们有所隐瞒。我跟他真的就只是同事关系，他生活里面那些事儿我也不太清楚。你们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我得去接孩子了。那今天就先这样，麻烦您电话保持畅通，需要的时候我们随时会找你。好。谁啊？天天哥哥吗？甜甜，你进去。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我今天知道的事儿已经都告诉你们了，没事就别来找我了。如果你现在不方便的话，我们就晚点再来。那请进吧。好。哎，天天，来，咱们到里屋来。你去看个动画片好吧？妈妈有点事儿跟这2个叔叔说啊。我们的来意你也知道，还是想了解一下陆斌的情况。你们问吧。我看你们家这孩子跟陆冰挺熟啊，
一口一个兵哥哥、兵哥哥的叫着。他这是经常来啊，啊？我老公工作比我还忙。我生完孩子以后，做了好几年的全职妈妈，直到我女儿上幼儿园，我才重新开始工作。我就是那个时候认识了陆冰。王允知道这事儿吗？知道，把他气疯了。他没收了陆冰的车，没收了他的工资，到最后甚至不让他来上班，恨不得把他关起来，天天看着他。陆冰想跟他争来着，但是最终还是拗不过他。其实呢，后来我也清醒了，我们这样下去是不行的。那你有没有明确的跟他提过分手？有，详细说说。就是上个月吧。有一天，他让我去他家。那天晚上大概7、8点钟的时候，我们俩正在客厅看电视，突然就听到有人拿钥匙开门。怎么了？嘘。不是王允吗？你干嘛？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出去！你躲呀！从这儿出去，然后逼着我从那个窗户翻出去。我当时站在外面那个小格子里面，那个铁栅栏，我觉得我像一只动物一样，我生怕在下面来来往往的那些邻居看见我，我觉得好丢人。我也是有尊严的人。我从那个时候就下决心，必须跟他分开。那你们最后一次联系是什么时候？上周五吧。他突然给我打了电话，他说让我硬等着他，他肯定不会辜负我和天天的。他说他肯定能说服王毅。周日晚上你在哪儿？这周日晚上吗？对。我在家，我跟天天在家。我们会合适的。突然开门进来那个人是王允吗？是，听到他声音。这是我的电话，如果想起来什么，记得跟我们说。说这陆冰年轻，长得帅，有钱，年薪20多万，那喜欢他的小姑娘不得一大把呀？你说他为什么非得找一个已婚的，还比他大那么多的？这就是从小家里管得严，学校家里2点一线，一门心思就知道考试和学习。这好不容易进入到社会了，突然有个大姐这么照顾他，吃他姐的，喝他姐的，等于就是发现了新世界，能不沉迷吗？哼！像我这种从小没人管的，就感受不了这种新世界。雷哥，这张哥给我们的尸检报告说，王允遇害的时间大概是晚上9点到夜里1点。这陆斌又说，他是当天晚上将近10点左右才走的。但是王允的遇害时间到底是10点之前还是10点之后？这事儿你就别瞎琢磨了，回去问问老张不就知道了？啊，
您这鉴定结果，死亡时间晚上9点到凌晨1点之间，能不能再具体点啊？具体不了，这就是个区间范围。张哥，那能不能给具体点儿？是10点之前还是10点之后啊？不能，这都有误差子在里边。如果我给你打这个保票，那不是我工作不负责任吗？就验不出来，就这啊？刘警官，要不您来试试？黄队啊，你干嘛呢？好，正好，来，给我放这儿。先放这儿吧。我睡不着，我就想啊，能不能复原一下那个案发现场？我说动静怎么那么大呢？你说，假设啊，陆冰就是那个嫌疑人，他会怎么做呢？陆冰拿钥匙开门，我要进来了，关门。没说话，去了厨房。王云一听就是熟人，一猜就是陆冰。出门叫小兵是你吗？陆冰拿了把刀，王云看见拿刀，说小兵你拿刀干什么呀？然后害怕，就本能的应该往卧室跑。陆冰冲过去，棒就一刀，接着又一刀，然后他应该往门口走。救命啊！又扎一刀！哎呀，救命啊！又扎一刀！救命啊！扎了5、6刀。然后呢？他勒他了啊！陆冰怕他没死透，拿那个浴巾就勒他。你这太狠了，你这勒死了。黄队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快起来！我以为你还真晕了呢。我就是趴那歇会儿，我觉得趴着还挺舒服。哎，您觉得是这样吗？我觉得理论上成立，很有可能。但是现在没证据啊，怎么办呢？你这样。你呀，你还得去找陆冰，你就接着问他，玩命的问各种细节，几点几分几秒，他吃了什么，去了哪里，跟谁，你问的越细越好。我告诉你，这人啊，编谎话比较容易，可是要圆起来，尤其是细节容易忘。如果真的是他的话，很快就能露馅儿。啊，明白。你那天说你是晚上几点走的？10点左右，左还是右？记不清了。那天晚上吃了什么菜？青椒炒蛋，水煮肉片。你不说一大桌子菜吗？就俩菜。你们什么意思啊？我们没什么意思，就是想跟你多了解一些细节方面的事情。你早上说那天晚上吃什么来着？青椒炒肉，不是炒蛋吗？青椒炒蛋，到底炒肉还是炒蛋？炒蛋。你平时自己有喝酒的习惯吗？没有。那天喝完酒是几点回的家？2点多吧。有人能证明吗？回来的时候谁也没看着，没人能证明。那保安怎么说？12点多的时候好像看见你了。那不可能。那会儿我正跟韩小伟一块喝酒，他能证明。你刚不是说没人帮你证明吗？他喝到1点半，他先走了，我刚没想起来。韩小伟，男的女的？男的。谁约的谁啊？他约的我。都聊什么了？聊工作上的事儿。
几点打来电话？7点多。7点？你确定是7点？啊，那我记不清了，反正就是我去王姨家吃饭之前，也可能6点多打的。通话记录有吧？给我看看。更大的座机，你这来电显示有吧？我没开通。韩小伟的手机号你总有吧？没存。他在哪儿工作？天河证券。你认识陆冰对吧？哦，认识，我俩研究生同学。最近一次跟他联系什么时候？最近一次，那得好几个月了。大概是什么时候？大概的话，应该是在年初。年初。喂。冰哥哥，这个娃娃不会说话了。陆冰，你要带我跟你去哪儿？我感觉都快出城了。你着什么急啊？你平时上班就忙叨叨的，咱们一家3口好不容易出来度个假，就放松会儿吧。不用你操心，一切交给我啊。你帮偏偏看看他那娃娃怎么了？我手头好多事儿呢，你这急急忙忙的非要带我们出来，你们俩突然找我，吓我一大跳。谁让你不接电话的？我那时候在开会，我哪想到你敢跑到幼儿园把他接出来了，胆子可真够大的。妈妈，你快帮帮我！咱们是不是快到云庆了？快了。杨哥，快走，谢谢啊。黄队，罗美华打来求救电话，说陆斌正带着他和孩子离开本市。对，目前在云庆路段，国道101。明白。往云庆开。好。各位你好，请出示行驶证、驾驶证，下车接受检查。怎么了？超速了，知道吗？没注意。去哪儿呀？去郊游。这后面还带着孩子呢，开那么快干嘛？罚款啊！哎。知道为什么抓你吧？小徐啊，哎，王队，你没事吧？天天，收队。天天。
我的人生是从认识美华开始的。怎么讲啊？这是在认识她之前，我不能算是个人，像是一个机器。我的人生每天就是从一个课堂到另一个课堂，从一个考场到另一个考场。是他的出现才把我变成了一个人。他对我太信任了，什么事儿都放手让我去做，打扫卫生、掏被套、出差，这都是我没经历过的。他甚至让我去接天天放学，那一刻我感觉我长大了，我是一个大人了，生活竟然这么有趣。那你也犯不着杀了王允吧？不杀了他，我没法活了。而据我们了解，他对你很好啊。对我好，他总是说对我好，对我好。我从小到大最讨厌的就是这句话。从小到大，什么事儿都要管着我，就连我吃饭嚼多少下他都要管。先别咽了，你刚才嚼了20下，还差1下。我为什么肠道不好了？因为我每顿饭吃的都不开心。那你就没想着跟他试着沟通沟通？我早就放弃了。我小时候喜欢唱歌，他硬是从合唱团里把我揪出来，让我去上数学班。我想去同学家坐一会儿也不行，怕别人把我带坏。好不容易上了大学，我以为我终于能松一口气了。他在我学校隔壁又租了间房，每天就盯着我几点放学几点下课。我是个人啊，不是他的私人物品。我爸妈要是活着，根本不会这么对我吧？你想没想过，王老师这么对你，就是把你当成了亲生儿子。我不是他儿子，他有什么资格？你是不是觉得王允的丈夫害死你父母？你是不是一直记恨他？不是，这事儿早就过去了，跟这没关系。那是为什么呀？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了？他触碰我底线。那天一大早，我看见他拿着我手机，给美华发短信。你拿我手机干什么？我不讨厌他，我讨厌你。我不恨他，我恨的是你。我是不可能跟他断了。你下不了决心，我替你下。你凭什么替我下决心啊？今后别动我手机。你站着！我告诉你啊，你今天不发，明天我就去你们单位。你去我们单位干什么？我打赢你100张。我不仅要去你们单位，我还会去他们家楼下，去他女儿的幼儿园。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，都看看这个女人她是怎么毁掉你的。
你凭什么这么对我？你凭什么管我呀？你又不是我亲妈！撕吧撕吧，全撕了都没用，你撕完我再打。我在酒吧喝完酒，也在小卖部里买了几瓶。我在家楼下喝完了，我上楼拿钥匙开门，我以为他已经睡了，我就先进厨房拿了把刀。小兵，是你吗？你拿刀干嘛？看见我拿刀，他愣住了。我过去扎他，他想跑，还想喊，我拿纱巾勒他，才不动。你昨天想带罗美环母女去哪儿啊？我只是想带他们走，过更好的生活。我心疼美华，也心疼天天。我想重新开始生活，一种我们仨一起的另一种日子，自由的、幸福的日子。我做错了吗？奎儿演的，说可好看了。他演个蜘蛛啊？什么呀？人家好莱坞大片，讲的是一个高中生被蜘蛛咬了一口，然后呢具有超能力，可以飞檐走壁的那种。你看什么呢？没什么。喂，哎，结账，22，这么贵啊？22还贵吗？一会儿坐着别动啊。啊。送您30，找您8块啊。22还嫌贵啊？以后别出来吃饭了。疯了吧？说谁呢？说你呢？怎么了？看什么呀？不服啊？哥们儿，少豆瓣闲事啊！我就瞧不起你了，怎么了？以后没钱别出来吃饭。哎哎！看什么呢？报警啊！就偷这些啊？还干什么了？我们就偷偷摸摸道个歉，真没干别的。你还敢动刀子是吧？你胆子挺大呀！哎，子明，哎，崔哥，哎，你看看，这不是黄金搭档吗？又栽了。来，对啊，等啊，快把刀。真行啊！怎么发现的？手机太贵，包不清。我就想起前2天你们发那个通报，有几家数码店被撬了，
我就试试，没想到还真是。赶紧去处理一下伤口吧。没事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你忙不会所来了。哎。走吧，去医院。啊？不用去医院了，去医院。干啥啊？成事儿。去。有感觉吗？没感觉。没感觉就对了。王大夫，主任找你有急事，出来一下。哦，你先等我一下啊。哎，您快点啊。哎。哟，又受伤了。你今天不是白班吗？我们轮班又不是固定的，怎么着？知道是我值班你就不来啦？不是。还当警察呢？啊？还没过够瘾呢。别的我也不会干呢。你这有手有脚的，干点啥不好？非得干一个没日没夜不着家的。怎么说话呢？多少人想干还干不了呢。你怎么样？我特别好。